几天前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，要剥夺哈佛大学招收留学生的资格，要求所有的外国留学生限期转学或者离境。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甚至直言，美国需要的是水电工和水管工，而不是哈佛的研究生。昨天，特朗普政府又计划全面取消中国留学生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芯片制造等关键科技领域的签证。这些举措是对中国科技脱钩政策的延续，其目的呢，当然是阻止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交流，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。但这真的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？回答这个问题前呢，我们先来看看华人在美国科技公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以谷歌、微软、OpenAI 为例呢，华人在他们的工程和研究团队中占据了显著的比例。很多重要的项目、模型优化方案，甚至框架的制定，都离不开华人的贡献。OpenAI GPT-4 从它的技术报告中可以看出，在一共约240位贡献者中，有至少61位贡献者是华人。我相信呢，里面有很大的比例曾经是留学生。再比如，目前在 AI 空间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李飞飞教授，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呢，就曾担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，领导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。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贡献包括著名的 ImageNet 项目，为深度学习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再看 AI 领域的人才分布情况，美国智库 Marco-Polo 在2023年的报告《全球 AI 人才追踪 2.0》中就指出，来自中国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人数从2019年的 29% 上升到了2022年的 47%， 也就是说，每2个顶尖的 AI 研究人员就有1个来自中国。从人才流动图中也可以看到，在美国的顶尖 AI 研究者中，有 39.52% 来自于中国。AI 论文的数量也可以作为佐证。澎湃新闻对全球近5年的278万篇 AI 论文做了统计，并发现中国作者以约75万篇论文的数量排在首位，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的40万篇。你也许会说，这不就是水出来的吗？只要读过大学，谁还没有水过论文呢？那么我们再看看能反映论文影响力的引用次数。这里中国每篇文章的年平均引用次数为 2.69， 而美国是 4.66。 这里确实是说明美国的论文平均质量更高，但是乘上论文数量的话，中国作者的论文总体影响力上确实是已经超越了美国。以上都很好的说明，美国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呢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留学生的贡献。长期以来，美国能在全球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拥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，吸引了全球最聪明的人才。清华、北大每年都有大量学生去美国读研、读博，甚至被戏称为留美预备大学。这些学生中有很多都留在了当地，成为各大科技公司的骨干力量。这种人才引力是美国科技持续领先的核心资产。那么排斥留学生的政策就无异于自断经脉、自废武功。如果哈佛、MIT 不再是全球优秀学生的首选，如果国际学生感觉美国不再欢迎他们，美国高校和企业将很难保持国际的竞争力。此外，限制中国留学生真的能阻止中国挑战美国科技霸权吗？还是以 AI 为例，虽然中国在 AI 芯片方面呢还受制于技术封锁，但在 AI 模型创新和研究方面，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比如 DeepSeek、千问等大模型在多方面表现均超过了美国的同类产品。DeepSeek 的创新如混合专家架构、高效注意力机制等等，受到了全球 AI 科学家的认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DeepSeek 的核心团队几乎全部都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大学，这表明呢，中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技术生态，开始独立的探索和创新。特朗普的签证禁令可能不仅无法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，反而促使更多的顶尖中国人才选择回国。这些人才回国之后，反而会加速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。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。上世纪美苏冷战的时期，美国出于安全考虑，限制有中苏背景的科学家的研究自由，结果就促使很多顶尖人才回国，如钱学森。他的回国推动了中国的导弹技术和航天工程的飞跃发展。这说明排外的政策往往比较短视，对长远的发展无益。
那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科技是当今世界最具盈利能力的行业，无论是芯片、软件还是大模型的训练，背后呢都有巨额的资本和利润。特朗普虽希望通过重振制造业解决就业的问题，但制造业创造的利润呢远不及科技行业。用打压科技人才的方法给制造业让路，绝对是本末倒置。最后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，只有尊重人才、鼓励开放和包容多元的环境，科技和经济才能持续的繁荣。如果特朗普继续排斥留学生、抵制科技的交流，不仅可能阻碍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发展，还可能无意间成就中国的科技黄金时代。如此看来呢，川建国这一称号实至名归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 Louis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